小姐不好了！小姐，哎，你慢点，小姐出大事了！慌慌张张干什么？把气喘匀了再说。小姐，我现在可以说了吗？当然，赶紧说吧。我姑爷他……你忘了，现在我跟李云和已经和离了，他现在不是周家赘婿了。不是的，小姐，姑爷他接受了龙二的挑战，他没有在擂台上一决胜负，还签了生死状。什么？他跟谁打擂台？龙二，就是总是跟着这单侯世子那个。小姐，你去哪儿？找李云和。等等我。听说仙泉酒楼的李公子和龙二要打擂台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瞧。哥，你说李云和是不是疯了？他一介书生，和龙二打什么擂台？你这么担心他，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哥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只是担心他被龙二打死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么有趣的人罢了。哥，李云和肯定打不过龙二，要不你让暗卫出手，先把他杀掉算了。别担心，李云和他足智多谋，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这次擂台，说不定他另有打算。都上擂台了，还是签生死状的那种，能有什么打算？而且你别忘了，他可是镇南侯府的人，陆启峰巴不得李云和早点死，他倒好，上赶着给人家送命。据说这龙二沉迷习武，双拳可开碑裂石，这该不会一拳下去，这李云和就被他打死了吧？没错，这龙二可是实打实的高手。太可惜了，这李云和真是太冲动了，吟诗作对，他的确无人能及。可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怎么可能是龙二的对手？公子，各位观众老爷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这场擂台赛是由仙泉楼的老板李云和对战龙二，让我们热烈欢迎两位闪亮登场！好！接下来，让我们两位选手签下生死状。走啊！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哎，是不是还有广告没打完？也对，行。感谢仙泉楼对本次擂台的大力支持，好吃又贵，价格绝对不实惠。炒青菜寻美味，就到仙泉楼。好，这小子真能搞事，一刻也不消停。哇！起开！世子坐。让一下！哥，你看那，李云和不要钱！我就知道我的小鱼儿今天会来。李云和，你不要命了！姑爷别签，
是啊，今天你能来，看来你还是挺在乎我的。你听到没？那签的可是生死状，你打不过他，你快下来。我懂了，就知道有事。李云和答应和龙二进行擂台赛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引周星宇现身。冒着生命危险，就为了见周星宇一面，值得吗？我不知道他拿什么赢龙二，但是我知道他不会输。胆子真大，这是送命的事，怕死啊！是啊，丢人现眼的把戏，看来李云和已经彻底被周家抛弃了。没有周家搅局，龙二出手，这李云和必死无疑。恭喜世子，贺喜世子！这碍事的东西一死，周家的财物和周星宇，那就都是世子的囊中之物了。哎，世子，有人开盘了，要不要参与一下？赔率如何？1比2，1比20，李云和赢了，赢20倍。状元兄不出手玩玩？状元兄还犹豫什么？这未知结果那叫赌，已知结果那叫投资，像这种机会可不多了呀。那我就把我的棺材本、老婆本全押上，能赚一点是一点。世子不出手买，这包赢的呀。老子自己安排的比赛，会不知道龙二必赢。老子要是有钱，不就全下了吗？世子真不投点儿？哎呀，比赛马上开始了。李云和，要不是你，本世子上次囤粮早已赚得盆满钵满，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穷得叮当响。既然生死状已签，那么现在比赛开始。李云和，你打不过他的，你回来！小鱼，能在死之前再见你一面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龙二出手，李云和，我看你死不死。打不打呀？磨磨唧唧，太久。小七，你这什么拳法？咏春叶云和。什么咏春？没听过。有点说法。飞虎掏心。好，这打什么呀？怎么这个？不好意思，你们谁能告诉我，龙二在干什么？你上去打他呀！上啊！使我一拳！来吧！龙二不是陆奇峰的心腹吗？他怎么会陪着李云和在这演戏呢？我就知道这小子又在搞新花样。姑爷打的这擂台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啊？哥，这李云和不会是在打假赛吧？应该是吧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两个人的确是达成了某种协议。可是我不知道
李云和给了镇南侯府什么筹码，才让镇南侯府愿意陪他演这戏？会不会是香云纱的制作工艺？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如果镇南侯府掌握了香云纱的核心制作工艺，完全可以凭借影响力垄断整个凤城的香云纱手艺，到时候州府就会很快衰败，甚至消亡。你说的5000两银子，一分也不能少。放心吧，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。龙兄，我们之间真的没得谈了吗？我乃奉镇南侯世子的命令，要你李云和不死也得残。至于吗？啊，什么仇什么怨？世子盯上了周家，你却成了周家的赘婿，还3番5次打搅世子的计谋。你说你该不该死啊？可我已经被休了，早就不是周家赘婿了。那陆奇峰为何还对我纠缠不休？你和世子的恩怨，我管不着。唉，我懂了，你有自己的想法，说说看。果然不愧是让镇南侯世子屡屡吃瘪的李云和。既然你把话都挑明了，那我也就实话实说了。凤城今年雨涝，许多地方饱受天灾。我跟世子办事多年，这次家乡受灾，我本想跟世子拿钱救灾，可世子却把所有的钱拿去炒高价粮，甚至勒令我也要把钱全都投进去。后来的事你也清楚，粮价暴跌，侯府里现在堆满了卖不出去的高价粮，整个侯府挖地3尺也找不出1两现银。镇南侯府连1两银子都没了，说说吧，你想要多少？3000两。李云和，你别跟我讨价还价，3000两是我的底线。你给周家办了那么多事，这点钱肯定少不了。再不济，你把这仙泉酒楼卖了，这钱总归够了吧？这仙泉酒楼我断然是不会卖的。怎么，那是没得谈了？你急什么？不就是钱吗？那你能给多少？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1个时辰之内，我给你5000两。5000两？大家拳，赔钱，赔恐怕祖宗18代都要被骂没了。我估计也是。那么就到这儿吧。这什么？这不提醒吧？赔钱！我哪天上场都比他们打得好。赔钱啊！打假拳，退钱！去啊你！来呀，上啊！起来！这打什么？把他扶过去，把他抱上！快！快点！退钱！镇南侯府和李云和沆瀣一气，坑我们血汗钱！我要退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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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赔钱！这赌拳就是爽啊！买我自己1000两20倍，这可就是2万两。赔钱！李云和收！赔钱！李云和，不好，他受伤了！春香，快去找大夫！好，李云和不会在演戏吧？悬你个头啊！赶紧的！怎么了这？没事没事。赔钱！世子，对不起，龙儿有愧于你。
龙儿，你表现的可真好。滚回去！没用的东西！小心！李云和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李云和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李云和，我怎么感觉你是装的呢？我怎么记得我没安排你去当什么氛围组啊？你上班时间不好好上班，跑那儿干什么去？还说干什么？赶紧去忙！你这不是受伤了吗？我这有药，这个包治百病，你赶紧吃了。这些药只溶在口，不能在手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这药没毒，快吃。这笨蛋玩意儿怎么这么不懂事？看不出来我是赶他走吗？非得在这时候搞这些。既然赵姑娘都给你药了，你就吃吧。哼，我吃什么药啊？我压根就没受伤。你没受伤啊？我就知道你是装的。李云和，你竟敢骗我们！不是，你们听我讲，不是，听我解释。方才情况紧急，龙二必须得输。但是这个镇南侯府世子又在场，如果龙二就这么输了的话，待会儿他麻烦可就大了。所以说，我就只能假装受伤，互相给个台阶下嘛，人之常情。你假装受伤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李云和，你真的没受伤啊？你个没良心的！姐妹们，揍他！对，李公子，听闻你受伤了。你们继续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薛花魁，你有什么事的话你就说吧。李公子，我没事儿，只是听闻你回来了，过来看看。不好意思，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你们了。你们继续，我先走了。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了。我跟他们几个人在聊事情呢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薛花魁，你也没受伤？薛冰秀，你怎么会出现在仙泉酒楼？自然是李公子安排我在这里养伤的。薛姑娘，你们两个不会已经……我和李公子……薛花魁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直说吧。不知三位姑娘是否能回避一下？那你们好好聊吧，我先走了。我要盯着这个薛冰秀，别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李云和拐走了。你还杵着干啥？薛花魁，你现在可以讲了。既然你这一次能从死局中活下来，想必应该不难猜到我身上藏了一些秘密吧？我对你身上的秘密不是很感兴趣。李公子没兴趣，但不代表别人也没兴趣。这个秘密必须得尽快告诉你。行吧。李公子，妾身重伤未愈，这次听闻你在生死擂台上面受伤，匆匆赶来，所以牵动了旧伤。妾身现在感觉好虚弱呀。那既然是虚弱的话，不如让本公子帮你捏捏肩膀。李公子啊，人家现在感觉好虚弱呀，你搂一下人家嘛，人家害怕摔倒。李公子，你们三个在这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我只是那个我回来取东西。我钥匙呢，我找找。我们还不是怕你受伤吗？对，好歹是一条人命嘛。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得谢谢你们两个了。不用。李云和，要不你多做几个菜，给我补腰子吧。
我这个腰这2天有点不太得劲儿了。你还要补腰子？来都来了，就都出来吧。哎呦，云鹤兄，我只是刚好路过。路过，还带着俩暗卫路过，合理啊。下去吧。是。还有没有人路过啊？你说你们几个，人家薛花魁都说了，不想对外，格局打开一点，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不行吗？哎呀，我这肚子突然不太舒服啊！对，中午吃坏肚子了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告辞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何不多待一会儿？说不定人多一点，李公子承担的风险还能少一点。这是本朝孙丞相临终之前留下的一封密信。孙丞相，是那位3朝元老、2代帝师的孙丞相。他老人家什么时候驾鹤西去的？前不久，死于谋杀。这信封里装的是什么？先帝遗诏。什么？先帝遗诏？准确来说，这不仅是一份先帝遗诏，还有宁王这些年来到处搜刮税银、招兵买马的部分证据。宁王又是谁啊？宁王是先皇的弟弟，当朝皇帝的亲叔叔。宁王狼子野心。等一下，你让我捋一下啊。首先，我是周家赘婿，然后呢，我不小心得罪了这个镇南侯府世子，再然后我就参加了一个春风阁的什么斗诗大会，再然后莫名其妙的卷入了帝王的纷争。准确来说，是这样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云和兄，既然大家都已经到了，不妨我们商讨一下，再决定去留也不迟。云卓兄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走开啊！这里是凤朝，可不是京都。我这日子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，我可不想莫名其妙掉脑袋。宁远凤城就没有人收拾你吗？镇南侯府早就对你虎视眈眈，随时准备出手。况且以镇南侯府的实力，查到是你救了薛冰秀，并且把他藏在仙泉楼，只是时间问题。镇南侯和宁王也有往来？因为我目前得到的情报，他们共谋的几率至少有80%。所以你不管选择是被宁王干掉，还是被镇南侯府收拾，两者区别不大。你可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啊，给我指了2条明路，条条大路通地府。小月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先走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镇南侯府要是清算起来，周家一样跑不掉。对不起啊，小鱼，不该把你选进来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拼尽全力，我也会护你周全。我有个问题啊，就算宁王夺回了先帝遗诏，但是现在的皇位已经有了皇帝，那薛姑娘手中的先帝遗诏意义应该就不大了吧？孙丞相之前也是这么想的，皇帝已经继位，就算是宁王拿到了先帝遗诏，意义也不大。毕竟先帝驾崩时，孙丞相就已经当着文武百官宣读过了先帝遗诏。那这个遗诏又是哪来的？这一份是宁王给孙丞相的。什么？可是皇上已然继位，那先帝的传位诏书肯定已经用掉了，宁王又哪来的先帝遗诏给孙丞相呢？宁王能有什么先帝遗诏？这份肯定是伪造的。看来宁王是铁了心的想要谋反啊。凌河，你可别胡说八道，这种消息传出去会被砍头的。我可没有胡说。先帝驾崩，孙丞相凭借遗诏在大臣面前宣读，令当今圣上继承大统。如今宁王当然也可以自己写一份，说孙丞相当年宣读的是假的，他的这份才是真的。可这份遗诏是假的。如果你是宁王，你都铁了心的要谋反了，
你会承认你这份诏书是假的吗？如果真要谋反，宁王肯定会说当今皇帝的继位诏书是假的，指责他得位不正，而他才是先帝指定的皇位继承人。可就算是这样，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宁王要追回这封诏书，他完全可以自己再拟一份呀。哎，稍等，我把耳朵堵上，你们继续啊。这份诏书自然有它的用处。薛花魁，想必你和孙丞相应该很熟吧？我跟孙丞相很相熟这件事，京城很多人都知道。事实上，我是孙丞相的孙女。孙丞相乃三朝元老，你作为他的亲孙女，也会流落到凤城花魁这般田地。看来，孙丞相在收到这份诏书的当晚，就已经遇害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是宁王的人？什么啊？我要是宁王的人，我会沦落到周家来当赘婿。我要是宁王的人，当初在周家门口，我就应该给他陆奇峰一个教训。宁王权倾朝野，以你的才能跟着他，的确不用再受镇南侯府的鸟气了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爷爷在收到这封密信之后就被杀了呢？这并不难猜，或许孙丞相看来，宁王搞到一份假的遗诏出来，就是想要逼迫他站队，所以孙丞相不但拒绝了宁王，还准备告发他。只可惜，孙丞相错过了宁王的阴谋。当他收到这封密信的时候，无论他选择站队哪一边，都必死无疑。所以宁王给孙丞相遗诏，不是为了拉拢他。依我看，宁王只是想利用孙丞相之手，洗白这封假的先帝遗诏。没错，孙丞相是先帝驾崩时所定的宣读诏书之人。当这份诏书从丞相府流出时，就算这份诏书是假的，宁王也会理直气壮地说它是真的。我可什么都没听到啊！你们说的没错，爷爷临终之前也确实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再三叮嘱密信一定不能落到宁王手中。唉，贪小便宜吃大亏啊！我就不该为了那500两银子参加什么春风阁斗士大会。说到底，因为你这个扫把星啊，沾上你很难逃脱死亡的结局啊！李云和，你不能死。放心吧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更何况咱们现在有遗诏在手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李公子真是好胆魄，不像那凤城太守。得晓此事后，连夜把我送出太守府，生怕沾染其中因果。你这不废话吗？此事正说明太守这个人极为聪明，江山易主，朝代更迭，哪次不是修罗炼狱？李公子，你我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，只能仰望李公子的聪明才智，可一定要帮我想办法呀！哎，你别，你这个扫把星，真是害人害己！你凶什么？分明是你先在社会夺魁上面先招惹我的！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拿着这遗诏到处乱跑，那我们这群人能跟着你卷入其中吗？我不跑，那就等到宁王的人杀我吗？那宁王就在这，别吵了。好了，既然大家都卷进来了，咱们就各抒己见，想想对策吧。不是，你们看我干什么？我只是一个被休掉的小赘婿，我可没什么办法。当务之急是赶紧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皇上。如今的宁王早已权倾朝野，由此可见，当今的圣上只不过是一个傀儡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从薛姑娘的遭遇来看，我们目前面对的情况要比想象的糟糕得多。朝堂之上，结党营私，钱纲独断，宁王已经不是要暗忍谋反了，而是要明着篡位。这份遗诏，宁王肯定是要拿到，并且他会对外宣称是孙丞相图谋不轨，
私藏遗诏。什么？宁王伤害我爷爷不算，还要泼脏水，毁他一世清誉。或许从一开始，这就是宁王计谋中的一环。遗诏是假，就没有必要给薛姑娘。当薛姑娘没有把遗诏给皇上，而是带着遗诏一路逃亡，那么自然就有人怀疑这份假遗诏是不是真的。皇上继位的那份诏书，就会有人猜测是不是假的。不错，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。当宁王再次拿到这份遗诏的时候，假的也就变成真的了。到时谋反也会变成皇帝得位不正，宁王清理朝纲。好歹毒的计谋！宁王竟然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打了一手明牌。那皇上就没有一点察觉吗？宁王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搞，自然是有十足的把握。由此看来，我猜测的没错，当今的皇上早就沦落为一个傀儡皇帝了。那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呢？李云和，你在这叽里咕噜说了半天，破局对策在哪儿？宁王谋反已经不同于寻常贪官污吏事件，而今之计，只能想办法上达天听，赌皇帝手下还有可用之人。可宁王把持朝政，我在京都尚且无计可施，如今又该如何传递消息？凤城今年雨涝成灾，皇帝已经下令赈灾了。前些时间，我已经看到不少赈灾粮食陆续到达了凤城。如果再能拖些时日，倒是可以想办法托人送信。托人传信？过些时日，皇上确实会派人来凤城。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周家香云纱被取消御贡资格，皇上会派人来凤城织造局宣布这个消息，顺便挑选新的贡品。重新挑选贡品？若是能将香云纱重新列为皇家御贡，或许事情可以迎来转机。就凭这个计谋，你们也想见到皇帝？是啊，取消御贡资格是皇上钦点的，想要重新入选难如登天。况且你怎么传信呢？对啊，李云和，不是我不信你。皇家织造局派来的御史虽然有机会面见皇上，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投靠宁王？我何时说过要用人来传信？不用人，那用什么传信？税银。税银？税银的确关乎国本，可挑选新的贡品跟税银有什么关系？李云和，你说的是在税银上刻字，但是皇帝又不会去国库数银子，你又怎么会让他看到你的传信？此事说穿了，其实很简单，衣食住行一排首位。香云纱乃皇家御贡，每年牵扯的税银数额巨大。若此时要重新选皇家贡品，相信这块肥肉，周围的皇家商户都会盯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宁王会盯上这笔钱？可宁王就算是盯上这笔钱，又能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这笔钱的动向呢？前些时日，周围遇到水患，按我的理解，粮价最高也就涨到了260文，可实际上，粮价却足足涨到了330文。这说明外地有很多钱涌入凤城。所以你推断宁王会在凤城动手，可是这跟香云纱有什么关系？若香云纱重回皇家御贡，那周围商户用来打点的银钱自然会原路返回。可就算从各地汇聚到凤城用于贿赂的银子返回各地，但这和宁王谋反的案子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云和兄，你看我做什么？小赵，如果你推测的没有错，镇南侯和宁王会有勾结，那宁王此次在凤城谋反，自然会拉拢镇南侯，而镇南侯府的钱，前些时日因为炒粮，现在一文钱都拿不出来。如果你是镇南侯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其一要有粮，也要有钱。如果我是镇南侯，我就会借此机会大肆敛财。不错，贡品的选拔
凤城汇聚了各地而来的税银，势必会被镇南侯所盯上。若此时香云纱重新被选为御贡资格，那这些银钱也必会原路返回。宁王若再想敛这些钱财，势必会分散集中的力量。妙啊！宁王的势力分散，就给了朝廷各个击破的机会。赈灾抵达凤城，龙舟盛会举办的时候，宁王绝对会亲临凤城，一位拿钱，二位拿回遗诏。这将是我们揭发和挫败宁王的唯一机会。可要是他不来了，那就要看薛姑娘了，是否愿意重新出山抛头露面。爷爷一世清誉，为天下太平，小女子死又何惧？我明白了，咱们站在皇帝这边。李云和，你怎么在染坊？快过来。你看这个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来看看，最新的香云纱工艺是不是严格按照流程来进行的？毕竟马上要重新成为皇家贡品了，这质量和品质绝对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参差不齐了。倒是你该不会最近都住在这里吧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第一批订单的质量关乎到以后的口碑，所以最近我一直在这盯着。我早就应该想到，能自由出入周家并掌握香云纱核心工艺的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长工？不过我不管你是周小鱼还是周家大小姐，都是我李云和要娶的人。其实我觉得李云和，我觉得你有那么多红颜知己，完全没有必要总盯着我一个人。我哪有那么多红颜知己啊？怎么没有？需要我提醒你吗？比如说那个气质如兰、美若天仙的赵子瑶姑娘呢？赵子瑶？她又呆又蠢，99乘法口诀都背不明白。还有那个薛华魁，她可是丞相的孙女，京城佳丽哦。为了脱离假遗诏，炒作出来的花魁之名罢了。那我可是知道，我那傻表妹还想嫁给你当小妾呢。宋怀瑾，她就更别提了，刁蛮任性，攀岩附势，我都不稀得说她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我被全城百姓声讨的时候，只有你为我奔走操劳，身心憔悴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。可是我觉得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在我眼里你就是最好的，我李云和非你不娶。可是我母亲已经接受镇南侯府提亲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？你等着我啊，我得去找老夫人谈一下。且慢你打算怎么说服我母亲？我能帮周家香云纱重新成为朝廷贡品，这点够吗？那怎么样才可以重新成为皇家贡品？我得到线报，朝廷的人现在已经到达了凤城，在这之前，我们需加紧时间做出一批品质上乘的香云纱出来。朝廷？这消息可靠吗？本公子的消息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，等着我。那确实得赶紧把这些香云纱做出来了。让香云纱重回皇家御贡，就凭你？不错。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慢着，我想请老夫人别忘了，咱们周家香云纱的核心工艺可是由我来恢复的。你在威胁我？那倒不敢，
我只是想给老夫人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好，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？哎呀，这站了一天了，腿脚有点酸了。看坐。多谢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哼，怎么突然有点口干舌燥的呢？哼。啊？啊？嗯？嗯？这还差不多。嗯。李公子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老夫人，我曾在古籍还有直播上了解过咱们香云纱的核心工艺。咱们凤城周家响云纱之所以可以名震天下，乃是由于核心工艺的传承。奈何这核心工艺的丢失，才导致咱们产品的质量和品质参差不齐嘛，所以才被取消了皇家御贡资格。不过既然响云纱被取消了皇家御贡资格，那咱们香云纱的机会也就来了呀。你说的这些我也知道，不知李公子的对策是？这特殊问题特殊对待，特殊解决嘛。李云和，我承认你的确是很厉害，甚至能把响云纱核心技艺复原，但是要想成为皇家贡品，可不是单凭质量就能做到的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你要是能把香云纱重新做成皇家贡品，我甘愿嫁给你做小妾。不必了，做小妾就不必了，你不是我的菜。我知道你无非是想娶我的女儿为妻，但你也知道我已经答应了镇南侯府的提亲。镇南侯府那边，老夫人请放心，我自会解决。我此次前来，只想得到老夫人的一个承诺。好，李云和，你若让香云纱重回皇家御贡，并且解决镇南侯府的提亲，我便答应将周星宇许配给你。那一言为定，期待你的好消息。这么说，宁王已经到了。回皇上，是的，根据密探得到的消息回报，宁王是秘密抵达凤城的，而且传回来的消息称，镇南侯也从军营回来了，还设宴款待了宁王。镇南侯这个老东西，先皇命他带兵修筑水坝，就是为了防止他常年盘踞凤城结党营私，没想到最后还是和宁王勾结在了一起。皇上，这镇南侯在凤城经营多年，根深蒂固。如果他选择投靠宁王，我们到时候再想安然脱身，恐怕风险极大。还望皇上早做决断，回京师主持大局啊！起来吧。是。皇兄，我觉得王公公言之有理。现在凤城一带都是镇南侯府的势力盘，一旦他向宁王投诚，我们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危险。无妨，你们不会真以为朕此次离开京师只是为了蒙蔽宁王，引蛇出洞吧？难道皇上还留有后手？朕是要借此次凤城之事，辨明朝廷奸忠，将盘踞在朝堂上的宁王势力一网打尽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朝堂上下已经被宁王把控奏传渠道，朕若此时回京，必定又会变成被蒙蔽耳目的傀儡皇帝。皇兄，那你的后手是什么？朕的后手自然是朕的小赘婿李云和。公子，这香云纱真不愧是凤城传承数百年的名品，穿在身上轻盈透气，舒服得很呢。公子喜欢吗？
我自然是喜欢，但是还需更多的人喜欢才行。仅凭我一个人，真的能让香云纱重新被列为皇家贡品吗？光靠你一个人自然是不够，还需大家一起努力。春香，扭扭捏捏的，出来。姑爷，我觉得这个衣服有点太贴身了，是不是有失风呀？转一圈看看。不错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可是我总觉得这个衣服……不要你觉得，要我觉得。这可是本公子专门给你设计的款式。春香，李公子说的对，你穿这一身呢，窈窕身姿尽显，走在大街上呢，不知道要艳煞多少纪念才俊。薛姐姐，真的吗？你的美啊，是上天赋予你的，你要大大方方的展现出来，千万不要害羞。我尽量。对了，姑爷，你给我设计这一套衣服，那小姐的呢？那我自然是也专门给她设计了很多款式啊。不过这些款式嘛，只能给我自己看，不方便给你们看。为什么？春香，你不要听他瞎说，什么专门设计的？这男人呢，一遇到自己心爱的女人，脑子里不知道想的是什么。李公子，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。什么事情？你把香云纱送给孙掌柜，分明是想要孙掌柜把我们姐妹们都拉过来为香云纱做宣传。可是香云纱这样的东西，让我们春风阁的人为你做宣传，真的能留下好印象吗？你们呀，未免太低估自己了。让春风阁的女子帮我做宣传，只是我计划中的一环。走吧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准备彩排。彩排？香云纱大秀可是我设计的超级大秀，怎么能不彩排？不准备就登场呢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走了。好了，把这些拿去发了。你让我去大街上给人发这个，朕乃大秦皇帝，堂堂95之尊，你竟然让朕去街上发传单？好吃不贵，价格实惠。好吃很贵，价格还不实惠。好吃又贵，价格还不实惠。好吃又贵，价格还不实惠。哥，这李云和也太能折腾人了，我看你还是回京城吧。回什么京城？你以为你就没事干是吧？看见这个没？把它换上。你居然让我穿这样的衣服招摇过市？这样的衣服怎么了？这可是我给你做的量身高定，很符合你气质的，快换上。我不要，我拒绝。你还敢拒绝？赵子阳，你别忘了，现在整个仙泉酒楼可都是我的，你要是不干活，我分分钟让你睡大街去。我呀，没空给你做心理建设。快换上。哥，你看他。别闹脾气了，听他的，去换上吧。不听话。李云和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给我设计这样的衣服？哎呦喂，你别说，你虽然平时看起来凶狠泼辣，但是香云纱往身上一穿，反倒是多了几分仙气，简直就像那个仙女下凡一样。真的吗？你觉得我穿上这身衣服像仙女下凡？不对，不能说是像仙女，应该是仙女本人。云和哥哥，那你觉得是我美还是小鱼姐美？这个李云和，老夫人。李云和，你不会让欧阳夫人也来给你当模特吧？
老夫人，请。那我就信你一次，希望你的办法真的有效。一次怎么能够呢？往后的日子还要多养着老夫人呢。不是只画一幅吗？既然来都来了，何不一次画个尽兴？好。请。好画呀，老夫人这一手丹青，堪比国手。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哎，干嘛呢？你的工作还没结束呢，换个姿势。我也想看看欧阳夫人给我画的画像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李云和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站的腿都快酸了。我知道你腿酸了，这不准备晚饭给你加个鸡腿吗？一根鸡腿就想打发我？一根鸡腿不够，2根总够了吧？啊，再多可就吃胖了。2根就2根。大哥，我说我这都站了3个时辰了，你就不能让我坐一会儿吗？你就坚持一会儿，站好了，我这还有重要事情要宣布呢。站好，这才像话。兄弟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接下来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别搞得一副好像大钱黄了的样子。说的真是呢。我说你，我现在把整个大钱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一个草民来办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接着，2只手，哎，这才对嘛。行了，去吧。为了朕的江山，为了黎民百姓，朕忍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竟敢踹皇上！快去啊！老王，你先留下来，我待会儿还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办。这我就不用去当托拉客人了吧？我说你就是没见识，目光短浅。谁给你说当托一定要去拉人呢？接下来你就听我指挥。好的。你小子又有什么坏点子了？走，看这，谢谢。看这样去啊！喝，那就放这儿。这搞什么妖？不知道。喝酒。这搞什么妖啊？这样？这怎么了？啊！诸位，欢迎来到仙泉楼参加今日的唐贤香云纱新品发布会。唐贤香云纱新品发布会，仙泉楼又要搞什么？俗话说食不言，寝不语，这赵云卓就不能等人把饭吃完了才鼓捣这些玩意儿吗？烫线香云纱太好了，我们找到了烫线香云纱，快去通知其他人，烫线香云纱在仙泉楼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幅画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好漂亮的美人，好像我的梦中白月光。这个仙女不是人，9天谪仙下凡尘呐！那个小二，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我要这个画中女子的全部联系方式。
大家肯定此时都在好奇，这位画中仙子的穿着。没错，她身上所穿的就是我们即将发布的香云纱新品。谁关注你的香云纱新品啊？我要这画中女子！粗鄙，人靠衣装都不懂，这位仙子就是穿的香云纱的新品，才会显得出尘脱俗。掌柜的，少废话，把我的钱袋拿去，然后把画上的衣服给我拿来。我也要一套，不就是钱吗？说的好像谁没有似的。我也要！大家给我！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想要入选皇家御贡呢，必须得是各地的，而香云纱呢，就是凤城的名产。哎，但是我听我二叔说，咱们凤城的香云纱不是落选了吗？是啊，不是，这种问题只让对答案。这人该不会是李云和那混蛋请来的托吧？没错，香云纱是被取消了皇家御贡资格。但是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进行质疑、批评、诋毁，所以我们要改变别人的观念。因为香云纱曾是我们凤城的骄傲。说的有道理。我愿意为香云纱挺身而出。这段时间我们走访了20多个村镇，内部做了92次的调研，采访了1300多人，用10倍的投入，只为做好一件衣服。这乱七八糟，写都些啥玩意儿啊？好，说得太好了，说得太棒了，说得太棒了。